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91鸟电台，我是91，他是鸟。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华语抒情歌的英雄旅程。在开始解释英雄旅程之前，我们把听一首抒情歌经历的情绪起伏画出来。如果你还不知道或是忘记这个情绪历程是什么东西的话，建议先去看上一支影片，再回来往下看哦。这个情绪历程就是听者走过一趟英雄旅程的证据。那什么是英雄旅程呢？简单来说，就是所有故事的叙述方式基本上都依循着一个模式基础，无论是电影或文学作品，都会利用这个结构模式来设计剧情，抓住观众的好奇心。这样的剧情结构通常都会引导观众走过一个类似的情绪历程。这条曲线看起来很眼熟，和我们刚才画出来的你听一首歌会经历的情绪起伏好像长得蛮像的吼。发现这个相似之处以后，我们进一步来看抒情歌的曲式结构，发现一首歌其实也有像英雄旅程一样的剧情设计。这听起来可能很怪，歌就是歌，哪里来的剧情演进呢？在听歌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明显的剧情变化，但无论是以视觉或听觉来观赏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引起的情绪起伏是随着时间流动而有所改变的。在英雄旅程的模板中，每个故事一定都会经历一个最关键的情节。角色会回到创伤的原点，去面对那件影响自己的事件，最后才能解决问题。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有时候阻碍自己往前走的就是那个过去的自己，因为曾经经历过了失败或痛苦，而害怕再次挑战，或是选择逃避。你一定也听过，在哪里跌倒就要在那里爬起来。想要跨越心里过不去的那一关，就是要去重新诠释那个事件带给自己的意义。看到这里，对于抒情歌的疗愈作用，你应该已经有点概念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个例子，看一下抒情歌是怎么走英雄旅程的。总有那一天，相遇的瞬间，决定那些冷漠的从前已走远。前面的主歌和副歌就像一部电影的开头，带你认识角色的故事背景，进入这首歌的情境，开始累积情绪，在副歌逐渐进入高潮。就对谁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在这段副歌之后，紧接着就会进到 bridge， 把情绪推到最高点，也就是英雄旅程的终极考验。曾经过那么多考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我应该就走开，就算感情还在，我应该就放开，对他不再依赖。忘了曾有过的片段，只是属于你们的未来。不要看到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我宁愿沉在里边，没有一句怨言。直到迷路，若无其事聊起了从前，我才发现彼此都了解。默契是最宝贵的语言。最后一次副歌的情绪改变，象征战胜了情感上的挫折，这就是后创伤成长，是一个人在经历严峻考验后而有的心灵成长。你应该也发现了英雄旅程的关键情节，就是必须经历这个后创伤成长，转化创伤经验为积极的成长意义。这首歌叫做原点，特别呼应这个概念，过程中不断回到原点重新体验，直到最后真正摆脱了那个原点的束缚。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华语抒情歌曲在编曲时就掌握了关键，利用曲式结构来营造情绪历程的改变。一开始渲染情绪，让人进入氛围，接着在欣赏乐曲的同时唤起自己的回忆，最后创造出重新诠释回忆的效果。许多抒情歌都藏有这样的情绪转折，所以想要听歌疗伤时，要把一首歌从头到尾听完，别在最悲伤的地方就卡掉，
那就尴尬了，越听越难过。当然，悲伤的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应对方法。在刚受伤最痛苦的时候，并不急着要马上痊愈，给自己一点时间处理情绪，接着再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包扎回忆的伤口。我们常说的去 KTV K 歌疗伤也是一样的道理。下次唱歌或写歌时，就可以运用这些方法，让你的歌更有力量。这次的影片就告一个段落啦。看完后有任何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如果还想知道更多有趣的知识，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哦。